45年的8月15号那天晚上，就宣布日本投降了嘛。宣布日本投降之后，大伙儿啊，就是在那一夜之间呐，那中国人那可勤快了，把所有的日本人住宅的东西全都搬光了不说，墙都拆没了。就这么的，那个我姐姐和我妈就把我带回来了，带回来又在拉格里，也不敢出去，因为刚会冒话，刚会说话，2岁个孩子吧，也是说的是日语。对对。那出去那本来就是叫中国人看见那个肯定是打死，那时候可乱了。回来第3回送的时候就放那儿了，放那我姐姐和我妈走了，我就在里边拼命的哭。那时候也小，反正哈，拼命的哭，我姐姐又回来了，我二姐又返回来了。到山东之后，也就是说很平凡啦，没有吃的。我大姐、我二姐弯野菜，上树撸那个榆树叶啊，完了回来拌一点苞米面或者麸皮什么的蒸一蒸。我从来不吃一口不吃咽不下去，那小又完了，哎呀，都3根筋挑着一个头，那脑袋上生那个疮啊。我很长时间就是很大了，就是好几十岁了，40、50岁还不吃香油呢，因为香油是拌的那个一扫光啊，抹上药熏的，那个味儿你实在受不了，不能吃啊，不能，哎呀，说什么也不行了。完后来这个慢慢，怎么好转了？我大姐就结婚了，18岁了，结婚了。因为我姐夫是猪油罐的，山东猪油罐那个村的，完到那个沈阳去学徒，他到沈阳去了。咱这我二哥参军部队转业回来了，我二姐呢也大了，啊，也都20多岁了吧，我也就7、8岁了。完那时候就。那个慢慢，我大姐也走了，结婚了。我二哥呢也奔着我姐夫来了。我大哥那时候自个儿就13岁呀，就从山东完到了洮南，自己在那闯呢。你没办法，家里头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一个寡妇妈。我养父那时候就死了，我们家的生活真的挺困难。你那时候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吗？当然知道了，我回去，因为我妈去了没有半年多哈，叫那个转过年来，那个7、8个月吧，又回到山东带我这么大个孩子，实话实说和会上。和什么？和会上啊，就是那个军委会是什么的会啊？那是叫什么会哈？那就实话实说了。就是我是对，收养的日本孩子在那活不了了，临上船我给带回来了。明白。如果要是有什么条件，我都认可了。我妈就这样讲。现状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。你们谁领走，谁爱领走谁的。那时候谁要孩子啊？没有。就这么拖拖拉拉的呀，吃糠咽菜的，没死了，就是慢慢长大了，有点抵抗力了哈。完了就慢慢就好了。但是我大娘啊，我现在印象可深了。我走到外边那玩吧，他们在那个山东人都爱坐到石头上唠嗑哈，他那个唠嗑，我一搁那边过来，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，不敢和他说话啊。那像日本人给他扔了吗？海里头淹死得了呗，给他带回来干嘛？我大娘那人挺坏，可坏了。现在还记得。现在还记得这个话，永远忘不了。他不是一次的，伤害是伤心。他不是一次的。完后来他就那个有病了，他就死了。那是在村里长大。在村里长大，我长到念书了吗？那时候没念书呢。后来也没念吗？后来念书了。我妈供我到高中了。真棒。高中毕业。你几岁去的？去哪儿念书啊？念书也是7、8岁吧，8岁吧，才去到沈阳来才念书。怎么又回沈阳了？因为我姐姐来了，我们一点一个都跟着上沈阳来了嘛。
姐姐后来去沈阳去结婚了嘛，哦，我姐那妈妈也去了，妈妈也去了，全家都去，全都走了。奔着沈阳哎，去了。对对，哦，这样子，我妈告诉你思维挺敏捷，那不挺聪错。明，真嗯，的。那还能认清什么时候该干什么。是啊，对呀，慢一点儿又都在村儿里长大对了。对呀，那就扔到山东了，山东姑娘了，不是？那山东姑娘没关系，关键受不了教育了。对，上那真的不了学，大字不识一个，那就对呀，麻烦了。是那样。嗯，是。所以就到那儿以那什么后呢，时候去的沈阳？五几年，57年是56年呐，哦，明白。57年是56年，那时候有火车吗？有了。哦，因为在去沈阳之前吧，我也是那个儿不算太高，长得哈。临走之前，我们家的铁锹了什么的哈，都送到我爷爷那边儿，因为我爷爷也去世了。我有一个那个表哥，我大娘的农儿子，具什么的都农具给他了。都给他了。嗯我扛着这个铁锹，个儿又小，完了那个扛着这么。拽着那个把儿哈，你再拽远点儿也行啊，就拽着这一块儿，要不然拽不动。对，那拿不住，啊，拿不住，完了我就走一下，那铁锹这么掉过去了吧，一下把砸着脚了。这个脚踩折了，那大筋差点没踩折，整个一个口子。完了，一走一张不能走了。哎呀，完了后来那个他们就告诉我我们表哥还挺好的，完就去一看，我这不行，完了把我抱起来，完了搁到自行车，骑车就跑到猪油罐。猪油罐那是集呀、那个地方是集市大城，集市，他有医生，嗯完到那儿又缝的。哦，哎呀，遭老罪了！临走的时候还没好呢。去沈阳之前，哎，就去沈阳之前呢，还没好呢，一直那么坐车呀，也是发烧，那么大个口子，孩子又小，感染又没有吃的，哎呀，遭老罪了，差点没死了，真的。我那妈说去了沈阳去了沈阳吧，就念书了。念书的那个第2年吧，开春儿，就是那个升学的时候吧，就去了。我总是比人大1岁2岁的，是1岁是2岁，反正是2岁，大不小。嗯完了比人大嘛，反正是学习吧，还不是那么笨，挺聪明的。那因为是大了嘛，对什么事儿都记着。比同班的要大一点。对，比同班真大，岁数大，个儿可不大，嗯，都在前边儿。完后来慢慢的，那个一点儿一点儿的，我在沈阳，我大姐、我姐、二姐都上班了，秋陵公司上班。我二姐，我二哥呢，那时候也部队回来了，也到沈阳来了，都奔着我大姐。完这不都哇，大安姐一家了？好棒，哎，那老大呀，没有承办法。担的多，对，完就这么的，在沈阳就开始就说，安家了。那个生活就平稳了。平稳了不行，我大哥又就从洮南到那个到我们那个沈阳吧，完了那个他非得要住我妈那房子，他来没有地方住啊，就一共8米的房子，你算算，天哪，那么小8米的房子，我跟我妈俩住就挺紧张的了啊。完他要来，完他还带着我嫂子，还有我侄儿，你看看。嗯，就很困难的，住房也困难。那时候他就开始找事儿了，往外挤我了。我大哥。完了那个上学的时候，那个放学完了，这整那个孩子也就骂我，这门上也写小日本儿，又怎么地的。完了那个写我妈的名宋桂婷，不那个什么那个。保护小日本儿是怎么的哈？他就都搁墙上就写呀，那么写。完慢慢我们的邻居也都知道了，我大哥老挤着跟我们打仗啊，他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呗。我后来没有办法了，我妈说怎么办？分开吧。完了就跟大院主任呢商量哈，完了给我们一间房子，完了后来就给了一个12米的。因为那个房整个这4个屋啊，全是以前日本人住的住宅，都是一家的，得分4家住。要来真不错，那大院主任跟我妈挺好的哈，我妈到哪儿吧也真的可会处人了。完了对她也挺好，挺同情她。她说你看这么办吧，我给你一间房子，完就他给办的哈。办完了我哥就搬进去了，还是找事儿。就是不行，你说，他那个孩子吧，他又生个孩子，三个姑娘，又嫌那人多了，
完了那个他那屋住不下了，非得把那个我大侄儿，就是他那个儿子送到我妈那屋。你说我比他，我是个女孩子，我侄儿是男孩子，怎么住啊？一个小床啊？我妈说那不行，他没有这么住的，因为这孩子和我们都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是不是？那行吗？哎呀，这不行啊！我就把我那行李卷都给我扔大街上去了，扔到大马路上了。那4胡同5胡同，一直7个胡同，那人那山人海的。我一放学回来，我一看怎么回事，我哥俩那讲演似的哈。我一看，哎呀，弄半天还是把我行李卷跟我妈打仗呢，置气，给我的行李卷扔到，我说那个扔到那个大街上，我就到跟前我说哥呀，你别这样。我的那个行李卷给我拿回去吧。那你要不想养呢，我也没用你养，都是我姐姐给钱哈，供我念书。没麻烦您呀。就是啊，完了那个我说你别这样，这样多笑话呀。我妈也不别人看容了易啊，就是啊，你还说呢，就是因为你不占那个屋，我儿子不能没有地方住，又这个那的。我说那行。我说咱们好商量，你让我走我也可以，是不是啊？完就这么，我妈就上派出所去了，找的那个集贤派出所，因为沈阳那集贤街嘛，集贤派出所的老文，这些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到那儿吧，完老文说你回去吧，我马上就去。完他去吧，这孙海2口就整走了，整到派出所去了。整到派出所去了，完了派出所那个姓什么的，他姓温的，好像是哈。他把我的行李卷都给我那么拿回去了，完了告诉我妈，他说你放心吧，这事儿能得到解决。咱们那个不是那个过去了啊。是，完了瞎折腾。对，完就拿回去了，完了就给我嫂和我哥整到半夜也没回来。完了以后还是找事儿，派出所说完了哈，还是找事儿，没办法了，我2个姐姐，大姐领着我2哥。就上法院把他告了，让国家判决，就让我走呢我就走，是吧？让我留呢我就留。完了后来我妈这些事儿都不让我知道了，怎么处理，怎么上法院讲的，怎么的不告诉你，不告诉我了。就怕我知道以前的那事，实际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孩子那多大的回去的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还用说吗？完了那个等他回来之后。我大哥也不吱声了，给叫法院提了去了哈。告诉你，你不单那个不能跟老太太找事儿，这个孩子必须得抚养大。他上多少学，你必须得抚养他。那是你有责任啊。完了那个你再有这样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就拘留你。你叫法院给他好一个开课，以后他回去不找事儿了。不找事儿了，反正住建的我也大了。后来那个，就我和我妈俩就在这8平米的小屋里头，一直住到我考高中，中学毕业了以后考高中，考到了63中，重点高中。你真棒。完了，没有钱读。高中是读下来了，那时候不2个钱，我2姐不上班嘛，都秋林公司的。什么公司？秋林公司，那是什么企业？反正是卖皮的，好像是苏联的一个那个在中国的一个饮料是吗？不是，那皮大衣。秋林公司。秋天的秋林就是树林的林。林。那个公司上班，那挣的也不少。完后来就这么的吧。完我就那个，我妈就告诉我，你高中毕业了，实在没有钱供你上大学了。完了呢，我就这一下子有病了，就那肾炎呐，好几个加号。完就上那医大住院了，不过住院死了。完后来那时候我2哥我2嫂就卖一个什么东西，他家是地主。他有个什么东西卖了，我也现在弄不清楚了。他卖个什么东西，完了给我钱，给你看病，给我看病了。那我哥哥嫂子吧，对我都真挺好的。我姐姐了哈，姐夫了，对我都挺好的。完了那个就看病好了，
完我就不能上了。后来就在那个不是街道的，那是我姐夫的一个朋友，姓马，叫马田九，他是这个一个农场的一个那管事儿的，是负责人厂长，可能是哈。嗯完了就把我弄那儿去了，到农场加工部，不是开始就去农场，就到大加工部来呢，就是干了半年多。半年多加工部黄了之后，就分配到农场，在农场又干了3个月，在食堂做饭，就逐渐的回来之后，就分配到我建工什么公司，啊，对，嗯那个公司里边的那个一个直属厂的，就是中央的也是嗯，电机厂，嗯就在那儿。没考上大学，念高中我也知足了。我妈到，真的做到仁至义尽了，真的做父母的。大家也都知道，你的生活环境当中也都知道你是日本人。当然了，哦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他们对你的那时候怎么样？对我，我因为有一次吧，我们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你搞外调了，这个那个确定家庭成分。我姐姐大家都是贫农，我自己一看我单位的档案，为什么没未化呢？为什么未化，没化，没有成分。啊？未化成分。未化成分。我说为什么？我就去找我大姐，我大姐说不能啊，我们家都是贫农啊，这在山东一直过来的都是贫农，为什么？我就搁这儿寻根，完了就开始就一点一点的哈，我就明白了啊，还是因为我是身份的原因。身份的原因。完了后来那个我就去找单位了，单位说的我们搞外调了，因为你不是你母亲生的。他们知道。知道，到山东一调查就知道了，所有的人都知道。完了，那个你不是你母亲生的，你是日本人，日本遗孤。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有这词汇了。啊，就有就给定下来了。完了，我就不敢再问了，我还怎么问呢？是这个事儿就眯着吧，怎么办？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所以吧，一直就到就是那个日本人要巡回就建交之后，邓小平和日本建交，以后完了就开始那个日本人可以到中国去，到日本去寻亲，国家就安排的做1批、2批、3批。我就开始。那时候你在工作，那时候多大年龄？那时候30多岁吧。哦，那正在工作呀。对呀。哦，我都结婚了。哦，你都结婚，跟我有小孩了吗？有了。哦，也有小孩了，那时候。都有孩子了。完了那时候。那你当时你怎么想的？想回来？我当时吧，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吧？你害怕什么？因为不知道这个他们应该能怎么处理这些人。不理解这个。不理解，对。这个概念。为什么要干什么？又找回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就心里头特别忐忑。我就跟我爱人说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？你说这还没完没了了，他们怎么能处理？怎么样？我就心里就没底儿了。